那一刻，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天空仿佛被撕开了一个大洞，大雨倾泻。伴随着一阵阵的雷鸣声一个女婴是咕咕坠地，她并没有放声啼哭，反而是咯咯地笑了起来。在这狂风骤雨之中，婴儿的笑声显得是格外的诡异。出人意料的是刚刚还雷雨交加的天气，顷刻之间是雨过天晴，天空中挂起了一道缤纷的彩虹，仿佛在迎接这个女婴的降临。上天也似乎在预示着这个女婴将拥有非同寻常的一生。这个女婴就是英国16世纪古老教派的修女，同时也是先知的西普顿。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她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以及她对未来末世末节的预言。英国约克市旁边的纳尔斯伯洛小镇风景如画，小桥流水人家跃然纸上。小镇的乌苏拉村庄有一个偏僻的山洞，连接着一口古井，远远望去仿佛是一张巨人的脸。据说这井水拥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将任何东西变成石头。1488年，西普顿就出生在这个偏僻的山洞里。母亲阿加莎是一个年仅15岁的孤儿。母女二人在这山洞里是饥寒交迫地度过了2年的时间。幸运的是他们被附近的贝弗利修道院的院长好心的给收留了。母亲阿加莎从此在修道院里度过了余生，而西普顿则被送到了一个当地的寄养家庭中生活。可有一天养母着急出门办事，急匆匆的回来后眼前的一幕让养母是大惊失色。自己离开前原本紧锁的大门，此时竟然是4敞大开。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涌上心头，也顾不得放下手中的物品，急忙地跑进屋。果然，摇篮中原本躺着安睡的西普顿，此时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下空空如也的摇篮。养母在屋子里是疯狂地寻找着每一个角落，并大声地呼喊着西普顿的名字。可是回应他的却只有空荡荡的房子。正当绝望之际，继母猛地一抬头，自己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原来2岁的西普顿正趴在壁炉上方挂锅子的铁钩上，笑呵呵地看着自己惊慌失措的囧样呢。小西普顿是幸运的，因为他从小就得到了寄养家庭对他的爱护，并且从小就展现出了通灵、占卜等超能力。不过这小西普顿也是不幸的，因为自己的长相常常被其他小孩子取笑，无法拥有与同龄孩子一样的童年。说起这西普顿的长相，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人家的姑娘长得那是大眼睛、双眼皮、樱桃小嘴一副讨人喜爱的样子。可这西普顿长得却是这鹰钩鼻、蛤蟆眼、驼着背外加罗圈腿，所以从小就被其他孩子嘲笑和欺负，甚至说她是魔鬼的女儿。西普顿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他出生的那个山洞当中度过的，与这花草树木为伴。随着西普顿的长大和对植物草药的了解日渐丰富，西普顿逐渐成为了当地的一个草药高手。同时，他通灵和占卜的能力也与日俱增。他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的扩大社交圈，最终在24岁时碰到了自己的丈夫，当地的木匠托比·西普顿。从此随了夫姓，成为了日后被人们所熟知的西普顿修女。不过，对于他们的结合一时之间成了小镇上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特别是这大妈大婶碰到一起，少不了是窃窃私语一番。看见没有，这个傻木匠那是一定是中了女巫的魔法，才会讨了这么丑的一个老婆。虽然坊间的传说外加自身相貌丑陋，确实让很多人对西普顿心生畏惧，但他却用自己的超能力一直在尽可能的帮助他人。据说西普顿修女新婚后不久一天，一位邻居是急匆匆的跑来，带着哭腔说：“快帮帮我吧，我刚刚忘记了关门，有人进来偷走了我的一套新工作服和衬裙。天哪，我该怎么办呢？”看着他近乎哀求的眼神，西普顿修女轻声细语地安抚着邻居，让他平静下来。不用担心，我知道是谁拿的，明天我们一起把衣服取回来就好了。第二天一早，西普顿修女就带着邻居一同前往集市的一个十字路口。远远地望见一个女人站在十字路口，边唱边跳，身上披的正是女邻居的新工作服，手里边一边挥舞着衬裙，一边唱道：“我就是偷了她工作服的小偷，你们看，都在这儿呢。”
这女人仿佛中了魔法一般，身不由己，边说边跳的来到了希普顿修女的面前，脱下工作服递了过去，行了一个屈膝礼呀，这才一溜烟的跑了。不过新婚燕尔的希普顿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婚的快乐，仅仅2年之后，丈夫就撒手人寰。这个时候啊，镇上的大妈大婶们又开始了嚼耳根子，看见了没有？希普顿丈夫的死啊，和她一定脱不了干系。在失去丈夫的悲痛和流言蜚语的双重打击之下呢，希普顿修女决定再次搬回到自己出生的那个山洞里，并继续为人占卜、研制草药。从那开始呢，希普顿修女逐渐是名声大噪，整个英格兰不少信徒啊不远千里而来，只是希望能得到神奇的药水或者是咒语的加持。后来，希普顿修女说的话是越来越让当时的人们觉得是震惊，甚至是无法想象。她曾说自己能够预见未来。希普顿修女的预言覆盖面非常之广，小到小镇上居民的日常起居，大到君主的命运、世界重大事件以及人类的未来。其中啊，不乏有些预言在她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应验了，而有些预言在她去世后的几个世纪当中也是奇迹般的发生了。她甚至准确说中了自己的命运。我将在一个树桩上被火烧死，我的身体将被烤焦，但是我的灵魂却获得了解脱。这个预言将会如期而至。在16世纪的英国啊，民间有很多人都畏惧女巫的存在，还爆发过捕捉女巫的运动。也许是因为希普顿修女泄露太多的天机，希普顿呢也没能幸免。甚至当时很多修道士和修女们也把她当作是恶魔。最终，希普顿修女在1561年死于熊熊烈火当中，正如自己所预言的那样。希普顿修女的预言是以预言诗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我们呢节选其中关于末世的部分内容，与当今社会比较一下，相似之处可以说是令人啧啧称奇。希普顿修女这样描述了颠倒的末世，比如说不用马拉的车自己会跑，这一听呢，马上让人想到了汽车。这个世界上人们的思想开始飞翔，快的就像眨眼睛。人们将会乘坐像塔一样的小山，身边没有马也没有驴作为动力。怎么样？这个听上去像不像是在办公室里996上下班乘坐的电梯呢？有人坐在吼叫的野兽上，仿佛要吃掉庄稼一样。这一句啊，指的应该就是现代化的农田机械设备。在水下，人们可以行走，可以睡觉，可以说话。这个呢，听上去像是在说潜水艇。钢铁就像木头做的小舟一样会浮起来，这个呢很好分辨，一听啊就是在说轮船了。在空中，人们会看到各种人的身影，白种人、黑种人，甚至是绿种人。现在这飞机是满天飞啊，飞机上什么肤色的人呢也都有。不过这绿种人呢，我倒是没有见过，该不会是蜥蜴人吧？他在预言中说到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将会很快结束，因为看到了它将如此。在那些遥远未来的日子里，女人们将会接受疯狂的想法，她们如同男人一样着装，甚至穿着裤子放开了她们的发束。她们会骑上铜制的山脊，就像今天的女巫骑的扫把一样。爱情将会死去，婚姻也会停止，因为出生的婴儿减少，国家也开始衰落。妇人们将会爱护猫狗一类的宠物，男人们将会变得像公猪一样。希普顿修女在关于末节的部分这样警告道：当天使贾布瑞尔站在海边的时候，他吹起了神奇的号角，旧世界从此死去，新世界随之而来。一条火龙将会穿过天空，人们将会亲历可怕的景象。高山开始怒吼，地震将平原撕裂成海滩，洪水涌入，在喧嚣中淹没大陆。人们将退缩到泥泞的沼泽，并且怒骂他们的同类。他们露出牙齿拼杀，将食物藏在密密的山顶。那些逃离恐怖洪水的人们，仍旧在血中残杀、奸淫和欺骗。当火龙的尾巴消失时，人类忘记了，开始微笑着继续来证明自己。太晚了，太晚了！人类已经得到了应得的命运。那戴着面具的微笑，那虚假的伟大，都会让众神气愤不已。众神将再次放出火龙，它的尾巴在地面的上方将大地撕碎。海水升到海岸之上，人们将会再次逃窜，寻找萎缩的水源。然而，他们会在找到水源之前死亡。当人们接近最后的世纪，3座沉睡的大山将同时呼吸，喷出泥土、冰块和死亡。
地震将在那些我尚不知道的地方席卷一座又一座的城镇。黄种人因为向有权有势者撒谎而获取了巨大的权利。那些有权有势的暴君想要将世界一分为二的做法也最终会失败。一种比麻风病更为恐怖的疟疾呢，会让无数人在痛苦中死去，且无法找到解药。很多征兆最终会被所有人看到。一小部分幸存下来的人们将再一次开启人类新的王朝。新的种族将启迪未来人的智慧，告诉他们如何在相互关爱中生活，成为一个无私、全心为他之人。黄金时代最终将再次降临人间。从1641年开始，大约有50个版本的希普顿修女的传说和预言得以流传。在她死后的几个世纪里，仍有多本预言书被大量的印刷和发行。一些历史学家根据当代对希普顿修女的引用以及她生平的详尽资料，认为希普顿修女的事迹是真实存在的。早在1537年，亨利8世在写给诺福克公爵的信中，曾称希普顿修女为约克女巫。1666年，国会议员塞米尔·佩皮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陪同王室调查大火对伦敦造成的破坏时，他听到人们讨论过希普顿修女对这件事情的预言，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认为希普顿修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神话，她的传说和预言有后人杜撰的成分。不过从17世纪开始希普顿修女的预言就已经开始流行了，这无法解释希普顿修女对后世的预言。希普顿修女当时居住的洞穴，连同旁边的石化井呢，已经成为了英格兰古老的超自然景观。希普顿修女的雕像坐在纳尔斯伯勒广场的长椅，默默地看着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和那里来来往往的过客。好，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